想我堂堂商界女魔头，竟穿成了一个被渣男吃绝户的软柿子。原主本是国公府嫡女，无忧无虑的白富美，可惜一朝长辈战死沙场，血脉凋零，门厅败落。而未婚夫定北侯世子沈时渊倒是严守婚约，携众里登门下聘。这世子爷真是重情重义，林家败落了还不离不弃。原主天真的以为遇上良人，可殊不知林大小姐，小冉甘愿进府为奴，求您别因为善妒逼死侯府的血脉啊！小冉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且诞下侯府血脉，我已下定决心娶她做平妻。你若答应，聘礼即刻入府。下聘之日，外室携子登门，渣男威逼利诱。原主一个单纯的深闺千金，哪见过这种无赖手段？把聘礼给我抬进去！生生被捏住软肋，气哭了起来。杀人诛心，吃绝户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大小姐，定北侯府就要来下定了，您好端端的还看什么账本啊？没事，就是有些账得算算清楚。既然这具身体换我接管，那这憋屈的烂剧本就到此为止。北侯世子前来下定，前人退兵。滚开！会启东邪敢挡小侯爷的路？求林家主母大发慈悲，给世子的血脉留条活路吧！哼，终于来了。那么，就先收点利息。民女不求名分，只求主母给世子骨肉一条生路。小冉愿为奴为婢，一生侍奉。这不明摆着吗？外室带着私生子，趁着下聘逼宫来了。秦姑娘既然叫我主母，那就按我的规矩来。想入我国公府做奴婢，可以，不过得签死契，断亲缘。半夏，拿纸笔来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林心眠，你这是在羞辱他。那请问世子，你要他以什么身份入府？小冉对我有旧恩，且有侯府血脉，我已决定娶她做平妻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，那本世子便退了这门亲。定北侯夫人驾到。人总算齐了，这出陈词滥调的破戏也该杀青了。定北侯夫人来得正好，侯府世子当街任外室，抬平妻。定北侯府的规矩，我们林家高攀不起。半夏，叫护院出来，把这里的聘礼清点装箱，原路扔回侯府。这亲作废。林星眠，你星眠，别着急呀，这聘礼以下，你便是我侯府的人。这贱婢，母亲替你打发了便是。母亲，都是林星眠这毒妇当众闹事。放肆！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贱婢，打死都不为过。但你长兄如今命悬一线，这满门的富饶，若没了侯府的庇护，该如何立足啊？这软刀子扎得深啊，道德绑架谁不会？定北侯夫人大概是记性不好。宣和3年，侯府借我国公府现银3万两；宣和5年，又借7万两去填你娘家的窟窿，连本带利10万两白银。林心眠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这聘礼足足有68台。拿陈年朽布充作赎锦，侯府这68台破铜烂铁，连那10万两的利息都不够。拿我的钱下我的聘，还要我认下这不明不白的外室和孩子，做梦！这是干什么呀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大胆！你给我住口！诸位街坊做个见证，我林家男儿血染黄沙，如今长兄重伤，定北侯府不顾往日情谊，竟带外室登门逼辱。今日这门烂亲作废，犯了天了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把聘礼抬进去！保护大小姐，和他们拼了！阿木的饼。
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林心梅，你装什么清高？国公府现在就是个空壳，你还敢用账本说事？信不信本世子今天就踏平你这破院子？就算我林家落跑，我林星年当街招个叫花子入赘，也绝不嫁你这衣冠禽兽。胡饼夹羊肉，管够，跟我回家，你愿意？愿意，阿木愿意。风起那一夜，你在门后。诸位见证，从今日起，我为国公府开门招赘，与定北侯府一刀两断。血染过掌心，也染过你回头一瞬。我没问前路多险，只问你能否平安。找了这么久，殿下怎么被魏国公府的人捡走了？殿下余毒未清，外面追兵四伏，藏在国公府，避开追杀，许为上策。撤！带他下去收拾干净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刚才族里的长辈来了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把大少爷气得又吐血了。姑姑，你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族里的叔伯们说了，明天一早就来收兵符，说你拒了亲，林家又没男人了，女人掌不住家业。你大哥他被气得旧疾郁气攻心，已经不会说话也不会动了。半年前国主病危，派大哥去接自小驻守北疆的莫银王，却不料在回京路上遭奸人暗算。可怜林家至此只剩下妇孺幼小，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眼里的一块肥肉。兵符在，国公府的底牌就在，他们想要个男人撑门面，我给他们找一个便是。姑姑，你不要嫁给坏人好不好？子锦害怕。星棉，你要委身给哪家权贵？委身？嫂嫂说笑了，3日后我就在国公府招赘，一辈子待在林家。太好了，姑姑不走了。捡回来的那个野小子洗干净了吗？那人警惕得很，根本不让奴婢们近身。小姐您还是亲自去瞧瞧吧。站住！小姐来了，小姐来了！这个傻子防备异常，不让生人靠近，谁碰他他就咬谁。我答应过你，要请你吃热透的胡饼夹羊肉。刚出锅的胡饼来了，慢点吃，胡饼管够。还有，你给他倒吃。小姐，他已经吃了整整3篮子了，这傻子该不会撑死在咱们府上吧？撑死了也算他的福气。现在可以乖乖去洗澡了吗？快，再多打些水来，洗干净些，快点，快点！果然吃饱了就是不一样，也不看看咱小姐的眼光，挑的人跟画里走出来似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要跟他聊点正经事。你平时呆呆的像块木头，以后跟着我就叫阿木吧。阿木，星棉赐的名，我喜欢。你家住何处？家里何许人也？家。小傻子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还敢袭击我家小姐？我刚才没看到你手臂上的伤，弄疼你了吗？疼，很疼。
小姐，您不是真的要收留他吧？他是外男，又来路不明，外男也比那宠妾灭妻的渣男强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叫阿木，是我的人。阿木会一直保护星星棉。好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半夏，去门口贴张告示，明日魏国公府摆宴招婿。什么？侯爷夫人，不好了！魏国公府发告示，林家要招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子当赘婿了。这林幸眠真是反了天了！若不是他当众退婚，怎会有今天这局面？不过是个落魄国公的嫡女，真当我们侯府离不了她是吗？蠢货！林青云手里握着30万征西军兵符，只要你娶了林星棉，控制住她，这兵权和从龙之功就是我们的。我现在就把林星棉抓回来，带着人体里面面的把人给我请回来。阿木，不要扎头发。小姐，你真要嫁给这个小傻子吗？这好看也不能当饭吃啊！这男人嘛，长得好看还不够吗？阿木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星星棉，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大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定北侯世子带人强行闯进咱们府上了。我都贴了招赘告示，这狗皮膏药居然还敢贴上门。走，我们去会会他，看看他葫芦里卖着什么药。林星棉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回侯府，平妻之位依旧是你。是啊，林小姐，您就听奴婢一句劝，以您家现在的情况，还是答应了为好。你府上现在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？只要你识趣，该有的体面不会少了你，如何？沈世子还真是有心了，算计兵权算计到这种地步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还真是瞎了狗眼！林星棉，你竟敢打我！我魏国公府今日已挂住招赘告示，你带人强闯，还口出狂言，我打的就是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跟我走。星棉，阿木帮你打坏人。阿木乖，别脏了手。林星棉，你不入我定北侯府，难道真打算招这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傻子做赘婿？他怕是连怎么做新郎都不懂吧？是啊，哪里比得上沈世子，带着外室上门下定，世子当真是在风月场里身经百战啊！我家阿木长得英俊又听话，比某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强多了。阿木最听星星棉的话。乖。你一个世家贵女，说这些话还要不要脸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想找个挡箭牌保住兵符吗？有本事你今天当着我的面就把这堂给拜了！拜堂就拜堂。来人，点红烛，设喜堂。星棉，我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阿木乖，拜了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好，阿木要永远和星棉做一家人。一拜天地，真好啊！二拜高堂，才女貌真般配啊！夫妻对拜。够了，林星棉，你疯了吗？我在成亲啊，世子眼盲心瞎，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你兄长如今昏迷不醒，你这般胡闹，是想拉着整个林家给你陪葬吗？你以为随便抓个傻子当赘婿就能摆脱侯府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这国公府给掀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胡闹！清风云暗着心眠，你在我身边，默默牵着柔柔，天际每一片。谁说阿木是挡箭牌？他虽心智受损，
但生得俊美又听话，比某些道貌傲然、宠妾灭妻的禽兽强出百倍。阿木最听星棉的话。世子是要留下来观摩我们入洞房才肯滚吗？这可是你逼我的，今天我就在这里办了你，看谁还敢要你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手！星棉，就放手！阿木，给我狠狠掌他的嘴！打嘴没用，杀了才会闭嘴。他的眼神，阿木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？大少爷来了！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是圣上亲封的定北侯世子，你妹妹悔婚在先，府上恶徒想要害我在后，您今日无论如何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大哥，是沈石渊欺人太甚，几次三番的上门羞辱，刚才还想在大庭广众之下毁我清白。林青云，你敢动我，定北侯府绝不罢休！我林家男儿死绝之前，轮不到你来欺辱星棉，滚！大哥这口血吐得这么猛，难道原剧本里的悲剧要提前上演了吗？姑姑，我害怕，爹刚刚吐了好多血，他会不会死？金儿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剧里的哥哥是死在满门抄斩，那反推剧情，哥哥应该不会提前死吧？大夫，青云他怎么样了？吐了那么多血，要不要紧啊？少夫人、大小姐莫慌，大公子这是受了重伤，血瘀于肺，刚才那口毒血吐出来，反而让心脉畅通了，这是大转机呀！大哥醒了，阿木，快过来拜见大哥。青云，你怎么了？你是想说什么吗？大哥，阿木，你怎么了？阿木是不是不舒服？这有大夫照看着，你和阿木先回房休息吧。而且你大哥吐血是好事，不用担心。谢谢嫂子，那我和阿木先回去了。渊儿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死死盯住了国公府的喜房。那林星棉若是当真拜了堂却没有圆房，我就入宫告发，判他个欺君之罪。这林家的兵符，他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夜深了，星棉、阿木，你们早些歇息。阿木，我们现在该干正事了吧？你呀，白天替我打渣男，手臂上的旧伤都裂开了，现在正事就是给你上药。小姐，他这满身伤疤，大少爷一见他就吐血，您真不怕他是个坏人啊？这么乖的修狗，怎么可能是坏人？你看他这么听话，哪里像坏人？阿木，来，学声小狗叫听听。汪！乖，小姐，喜伯，你看到没有？快了，快了，别催！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今晚我睡床，你打地铺。你上床上干什么？那个坏人嘲笑我不懂做新郎。星棉，我不想你被他们抓走。新郎该做些什么？我不会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？做新郎可是要先过一关的。你先把地上的花生找出来，我再告诉你。找全花生前不能摘下来。星棉，你要和我一起找吗？这种事情都是谁力气大谁去找的，去吧。哦，真是个好骗的小傻子。
怎么还在捡？难道真的捡了一晚上？真是个木头。忙了一晚上，阿木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糕点？星星眠，这里还没吃完。阿木也想吃。后来雨落下来，他们借一场沉默靠近。他把自己化成雾，他把自己化成星。原来最远的路，好像有点甜。星眠，这是不是新郎该做的事儿？真是个好骗的小傻子。大小姐，大少爷醒了。星眠，你大哥手有了些力气，我拿了笔墨，让他写字告诉我们。殿下，大哥，你忘了，昨日我已经跟阿木成婚拜堂了呀。是呀，姑姑和姑父已经洞房啦。阿木可乖了，等以后有了孩子都姓林，给咱家续香火。不许成婚。阿木已经和星眠成婚了，不能反悔的。星眠的婚事是当众退了侯府定下的，若是再反悔，那可就真是欺君之罪了。不许改姓。青云，这是不让阿木冠林姓的意思。反正以后孩子都姓林，直接让阿木改姓，不是更省事吗？大哥算是同意了，阿木，快给大哥磕个头。好。大哥，毒血堆积在少爷体内，刚刚把毒血吐出来了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既然大哥挺过来了，嫂子，等会儿带管家去城里买最好的滋补药材。新年家里没钱了。当年定北侯为了打通关系袭爵，借走了咱们家足足10万两白银，如今他们赖账不还，还带外室登门折辱，就是要活活拖死咱们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他们想拖死咱们，那我就亲自上门去收。小姐，定北侯府家大业大，咱们直接去要账，怕是要吃亏啊。放心，我找个能拿捏他们的人。穷苦书生乔梦之。真实身份是定北侯的外世子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盟友。我是来帮你要账的。小生应该与小姐此生素未谋面，不知小姐说的要账是什么意思？这笔定北侯府的10万两烂账，你若敢帮我收回来，3期分账，我便助你认祖归宗。28即可，小生不贪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击掌为誓。你，抱歉，在下平生不爱许诺。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定北侯府收账。星眠见过侯爷夫人，今日前来是有一笔陈年旧账，想与侯府算个清楚。来求和还敢说大话，不过是给自己找个体面罢了。哼，你既已知错登门，我侯府也不是不讲情面，但主君房里有几个侍妾知己都是稀松平常。你既要求我们庇护林家，这容人之量你必须得有。母亲说的对，林星眠，我原谅你可以，但小然生下了我的亲生骨肉，无论你以后有没有子嗣，你林家剩下的家产和你大哥的兵权，须得分一半给我的长子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把不要脸当传家宝的。既然你们自己把脸凑过来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世子所言极是。星眠斗胆问一句，夫人与侯爷，是不是只要是沈家的血脉骨肉，接受不了半点委屈？这家产也理应有他们的一份。那是自然，我沈家的骨肉接受不了半点委屈。夫人果然宽宏量大，乔梦之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小生乔梦之，今年25，比世子正好年长1岁。你这没眼！在夫人嫁进定北侯府之前，侯爷便与家母月莹相识，这块玉佩
便是侯爷当年留给家母的信物。你是月莹的孩子，是我的长子，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林兴民，我看你是存心来捣乱的，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！不可能，侯爷怎么可能在外面有野种？林兴民，一定是你找来这个骗子存心捣乱。夫人，您刚才的话怎么说的？世子的外世子是沈家宝贵的血脉，要分家产，怎么到了侯爷的庶长子这儿就成野种？夫人这双标的本事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认亲的戏码你们留着慢慢演。当年侯爷借我林家的10万两白银，白纸黑字红手印，今日当着你们侯府庶长子的面，连本带利，立刻还钱。母亲，快叫大夫！带他们去库房。带他们去库房取银子。动作快点，把10万两现银清点好，从大门正大光明的抬出去。林兴眠，你不会以为带了个野种上门认亲，又讹诈了我侯府的银子，你就能全身而退了吧？你怎么叫得这么难听啊？那是定北侯府的庶长子，世子应该将升兄长才对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放屁！你个贱人，把银子给我放下！来人，给我往死里打！谢谢梅小谢。阿木，你怎么样？哈哈，阿木叫的可真是亲热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给我继续打！若我倒在你身前，也是笑着把你护啊。这傻子到底哪来的气势？愣着干什么？谁不上去给我滚出定北侯府！住手！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跪下！府中有乱，此事又涉及定北侯府与魏国公府，余兄也是担心闯出祸端，才有劳大理寺帮忙平息。弟弟，你没事吧？少在这给我多管闲事！谁是你弟？你们快把这些闹事的家伙都抓走！住口！抓谁不抓谁，由我大理寺说了算。来人，把世子给我请走！我看谁敢动我！放开！乔梦之、林兴眠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阿木，你怎么了？阿木，兴眠，阿木不要扎针。阿木乖，忍一下。大夫，要不要紧？姑爷额头上的伤倒不打紧，只是姑爷的身体似乎中过毒，余毒未清，所以神志不清。什么？姑爷是因为中毒才变傻的？那他身上的毒能解吗？还能不能恢复神智？只是余毒谈不上解药，老夫刚刚用银针给他打通了些血脉，何时恢复就要看造化了。兴许哪次气血一翻涌就恢复了。气血翻涌，难道改天拉他出去夜跑？别碰！现在知道疼啦？那白天那么莽撞，上赶着去挨打。是那个坏蛋先要打兴眠，阿木是要保护兴眠，挨点点打不算什么，而且不是疼，是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兴眠一靠近，一碰到就不舒服，身体哪儿都不舒服，脸很烫，心跳很快，快喘不上气了。小傻子，我忽然想到一个促进气血的好方法。兴眠，你不要离我这么近，喘不上气了。喘不上气就对了。有没有感觉脸有一点点发烫？烫。兴眠，阿木心跳很快，阿木是不是要死了？别怕，心跳快一点点，不会马上死的。他只把一阵凉留在他梦里，清风雨轻轻相依，走过四季都像初遇。谢谢你啊，阿木还可以活多久？只要这样，阿木就不会死吗？一个追梦，还可以活很久的，不会死。那大夫说气血翻涌能冲破余毒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脑子清明一点？有没有想起什么过去的事情？还是想不起来。阿木是不是很没用？只觉得心跳的好吵，头好痛。
没事的，阿木，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。我果然是古偶剧看多了，哪有亲一下就能让人恢复记忆的？睡吧，明天还要去收定北侯府的账呢。星棉，别睡，阿木不怕，阿木还可以继续。我都要缺氧了，老实睡觉。殿下，臣中了箭毒，走不远了。殿下快跑吧，想办法回到都城。可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国主重病，殿下是唯一的皇族血脉。当年他为了一句二龙不相见，将孤派出北疆浴血厮杀10数年。哼，怎么现在不怕了？殿下余毒未清，只有回到都城，才能保命，才能保天下黎民安康啊！这天下还有谁人盼孤活着？死在血里，总比死在尔虞我诈里干净。罢了，臣不求殿下回宫重夺大位，只求殿下满足臣最后一个遗愿。臣一门忠烈，父辈祖辈皆埋骨沙场，如今只余臣与幼妹相依为命。他名唤星年，灿若繁星，绵郁纯山。星绵天性纯善，本该是无忧无虑，奈何我临时全族战死疆场，仅剩我兄妹2人相依为命。快点，快点！再晚今天就盘不完账了。小姐，这盘账的事儿以前都不是你管的。再说了，这马上要嫁入侯府了，这些事儿也更不用你管了呀。那是以前。再说了，我还没说要嫁呢。呸呸呸！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走了。小姐，你等等我呀！再有1个月，星年就要嫁入定北侯府，而臣如今性命不保，恐不能亲眼看到星年出嫁，只求殿下受他一月，护他周全，待他出嫁那日，看一眼他红妆，臣死而无憾。给你了，拿着，吃了才有力气活下去。林小姐真可怜啊，家里也没个帮忙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抛头露面的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！我听说那侯府世子还在外面养了外室，孩子都5岁了。这林小姐知道吗？侯府一心要瞒着这事，没几天就要下定了，谁敢说呢？说到底只能是他命苦，没了父母，现在哥哥又生死未卜。小姐，你还在看什么呀？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小狗吧。下雪了，咱们快走吧，您可不能是体寒。将风雨都走过，万千情丝连线。
小姐，小姐，姑爷醒了。姑爷，你昨天受了重伤，早上看你睡得很熟，就没有叫你起床。给你了，吃了才有力气活下去。大夏莫林王回来了。大少爷，阿木带到了。下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阿木。看你神志不清，知道拜堂是什么意思吗？拜了堂就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要一辈子相守，荣辱与共，福祸同担。我听星棉说他在街上救了你。星棉不懂事，我会请名医为你清理余毒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在你清醒做决定之前，不要去招惹星棉。罢了，不明白就算了，终究是我林家对不住尊家。知道，没有后悔。知道拜堂是什么意思，没有后悔。长兄不必愧疚。你殿下，林将军，久违了。殿下，不是什么殿下，莫林王已经在北疆的风雪中死掉了。现在我只是阿木。青云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哎呦，姑爷，您先出去，等他身体好一些再聊。星明等着给您上药呢，听话啊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星棉和姑爷两情相悦，咱们府上的劫难总算是要过去了。你跟小辈动什么气？定北侯府是皇亲国戚，侯夫人和当今皇太后娘娘母家同宗，这次吃了大亏，只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定北侯夫人觐见。拜见太后娘娘，请太后为臣妇做主啊！为国公府悔婚在先，重伤渊儿在后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喜婆听林家女的贴身丫鬟亲口说，新婚之夜床榻上未见落红。胡闹！林家满门忠烈，你竟敢在此议论人家嫡女的贞洁？若无凭证，你是生怕天下人不知道皇室依附忠烈之后吗？太后娘娘息怒，渊儿对林小姐用情至深，如今她心灰意冷，臣妇只是想知道这桩婚事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，那赘婿究竟是何来历？行了行了，既然心存疑虑，桂嬷嬷，你便随她走一趟，切记只能暗中查探，不可惊扰了林家。太后放心，这姑娘家是否合过房，老奴只需在那姑娘的手掌与腰肢上一摸便可知晓。想当年，莫林王殿下被送去驻守北境，太后思孙心切，见沈世子与殿下颇有几分相似，又是娘娘母族所出，这才宠着他。没想到竟送得他如此无法无天、无情无义的东西。哀家偏爱了沈时渊10数年，自己的亲孙子却只能靠着每月一封书信解相思。云安最后一次来信已是3月前，哀家实在是害怕他在北疆极寒之地出了岔子。太后宽心，莫林王殿下吉人自有天相的。云安，我的云安了。殿下，您可算是清醒了。北疆寒毒已经压制，身体还有什么不适吗？你们那边如何？沿途追杀殿下的歹徒和针对魏国公府的人已经尽数诛杀，但这些人背后的朝中势力还在，危险尚未解除。您既然已经恢复神智，是否今夜就回去主持大局？不用，就说大夏莫林王死在北疆的风雪里，尸骨无存。殿下三思。朝堂之上，谁会在乎我的死活？既然有人希望我死，凭什么不让他们如愿？小傻子，乖一点，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星星年会更喜欢傻子吗？
债要回来了，买完长兄的药还剩下不少，我先带你去如意堂买2匹布做新衣裳，再带你去逛庙会吃好吃的，咱们再去放孔明灯祈福。他们出门了，快去禀报侯夫人，请桂嬷嬷。哇，好热闹呀！小姐，姑爷今天话很少，在发什么呆啊？该不会上回在侯府被敲坏了脑袋吧？不至于吧，脑袋本来就是坏的了。卖孔明灯啦！这位姑娘要买孔明灯吗？本店的灯都是供奉过的，写上愿望送上天，保管来年心想事成。那先给我来一盏有钱有闲的啊？什么闲？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写。哎呀，好巧啊！林姐姐也是和郎君来逛庙会吗？堂堂魏国公府嫡女，挑个傻子当赘婿，上赶着找人爱，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晦气。丢不丢人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尽皆知的陈世美不是我，被满朝弹劾的也不是我。我和我家夫君风调雨顺，狗都现了。林心眠，你说谁是狗啊？谁在叫，谁就是狗喽。人不与狗争。阿木，半夏，我们走。林小姐，方才是想要这盏孔明灯吧？可是想许你与郎君去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本姑娘也是很想给你。不过我的老家有个规矩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？猫一季，狗2季，傻子不过冬。傻子不过冬的意思就是，有些东西没有长脑子，和在外流浪的牲口一样，通常过不了冬。至于这孔明灯，就不必浪费了吧。你敢打我！林心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夫君长命百岁，你再敢说他，我让你也过不了冬。你大可以试试。我堂堂定北侯世子，你容许一个傻子动手打我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沈世子很奇怪吗？我们家阿木又不是第一次打你。阿木，半夏，我们走。贱人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沈侯爷还在关禁闭吧？怎么有空在外头继续惹是生非？不怕我去告上一状？林心眠，你算你狠！我们走。姑娘没事吧？小心着点啊！竟然真的是出自之心。喂，前面那人有没有长眼睛啊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们回家。祝立木岁岁平安，长命百岁。不是有钱有闲吗？有钱有闲，哪有长命百岁重要？今天你出门沾了晦气，碰上乌鸦嘴，所以我就把孔明灯的许愿名额让给你了。祝我们阿木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，命比乌龟壳还要硬。星眠，你很希望阿木活得久一点。说的什么傻话？我当然希望你长命百岁，你可是我亲自挑选，好不容易才娶回家的夫君，我们还要一起过很多年的，我怎么可能盼着你早死？我不是你随手捡回家的吗？我亲手捡的。好，活得更久一些，一起过很多年。说不出是哪里的问题，但阿木好像
变得有些不一样，哪里都不一样。初见你便心动，初见你便心动。千真万确，桂嬷嬷亲口说的，已经验了那林家小姐，确实是处子之身。这林家真是胆子大呀！圣旨赐婚面前，真敢弄虚作假。儿子这就去大理寺告发那贱人。去大理寺有什么用？3日之后，皇太后娘娘召集群臣家眷去祈年殿调香祈福。那林家女敢假成亲，公然欺君，我们就择个良辰吉日，在太后面前直接送她上青云。真是便宜他了，最后还能睡个安稳觉。天凉要睡得安稳，就该换床厚实的被子。星眠，你瞧瞧这花色，鸳鸯戏水，保管你们小两口甜甜蜜蜜。阿木傻站着干什么？上床啊！平日你都睡在里面，怎么今日坐在外面？忽然想睡外面。你今天有点不对劲，话说的少了，上街也没有吵着要吃点心，也没有和旦夏吵。还有，你这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真的是哪里来的逃犯吧？我逗你玩呢，你本来就是傻子，不会更傻啦。星星眠，你更喜欢傻子吗？如果阿木真的是逃犯呢？不管你是不是傻子，我都不会把你丢下。如果是逃犯，那我们就绕道走。心，被子有点热，我睡地铺。我明天让嫂子给你找一些画本子，必须给你这个不解风情的傻子好好补补课。他怎么样才会喜欢我？他不会真的只喜欢傻子吧？我到底怎么做他才能喜欢我？不想了，睡觉。皇太后有旨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愿朝中贤臣诸家差亲眷家属前往祈年殿调心配香，采财希冀之景苑，为圣上祈福。魏国公府林小姐与姑爷到。乔梦之他还真是效率惊人，居然这么快就可以登堂入室了。这位不会就是国公谷府新招赘的那位成龙傻婿吧？庆元郡主原主死敌，不过他怎么会跟秦小冉搞到一起了？是啊，他就是我家新招赘的夫婿。阿木，跟郡主姐姐打个招呼。郡主姐姐好。谁是你姐姐？给我滚远点！我可不想沾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傻气。阿木乖，我们也不碰他，小心啊，沾了晦气。林星烟，你说谁晦气？将才到，请诸位亲眷回席。这个女人怎么让那傻子也跟着制香祈福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揉出什么破烂玩意儿。这感觉还真是像回到了中学上手工课的时候。还好穿过来这小半年，跟着嫂子学过几天礼香，应该不至于露馅儿。带傻子赴会制香祈福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狐狸精，你就坐着吃点心，不用管这些香料。小姐这粗糙的制香手艺，练习了半年，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阿弥陀佛，
等下希望皇太后娘娘不要亲自过目才好。哎呀，本郡主本打算给你敬茶道歉，你看看你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撒谎！我刚刚明明看见是你故意。祈年殿不得喧哗，请诸位各就各位。请问这制香的香材有备用的吗？各家一份，没有备用。林小姐，容洒家提醒一句，出了岔子制不出祈福香丸，跟皇太后娘娘告个罪，跪几个时辰事小。若血迹污地沾染了供香，这欺君之罪可就不好办了。林小姐若是不嫌弃，梦之愿代为揉捏香丸。乔公子此举怕是不妥吧？公子与林小姐非亲非故，这祈福的香丸若不是出自林家人之手，怎能算数？你手受了伤，更何况你不还有你身边这位傻夫君吗？你们真是欺负人啊！小姐，奴婢也是国公府的家生子，要不奴婢照猫画虎，替您揉几个香丸对付过去吧。怎么回事？那手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傻子竟然懂得这等高人高深的制香之术！小姐，姑爷搓的香丸真好看，可真给咱们长脸。原书中从来没有过一个叫阿木的角色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流浪小傻子，可他真的只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傻子吗？阿木会是他的本名吗？他的神智真的不轻吗？皇太后娘娘驾到，收香盒停手。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都坐下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小姐，咱们的香丸虽然搓好了，可香盒边缘被弄脏了一块，太后娘娘会不会追究啊？太后，这是魏国公府进献的祈福香。这制香的手法和气味是云安，这香丸是何人所制？方才林小姐手受了烫伤，这香丸是林家的新姑爷代为揉捏的。明明只是去跪上几个时辰告个罪的事情，是你自己非要死皮赖脸让一个傻子动手。林星年啊，这欺君之罪可是你自找的。云安，是你吗？对太后说谎可是死罪。皇太后娘娘，我夫君他脑子曾受过伤，不太好使，若是有什么不合蝶仪的地方，还请娘娘宽恕，不要和他计较。太后娘娘，您怎么忘了，这位就是前几日闹得满城风雨的魏国公府林家的嫡女和她的赘婿。叫什么名字？从何而来？他叫阿木，他是从北疆。北疆？何时去的北疆？7岁被送入极寒风雪之地，3个月前方才重返帝都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后娘娘好像认识他，不是说他是个傻子吗？这气度看起来也绝非凡人。小姐，姑爷他怎么好像忽然间变了一个人？既回了京，为何不回家？早就丢弃的东西，何必再捡回来？今日制香，魏国公府的香丸新城制砖，手艺厨家，哀家有赏，请太后娘娘三思。侯夫人，哀家知道你定北侯府与魏国公府似有过节，你在殿中阻拦哀家赏赐，让哀家三思，是何意？太后娘娘，臣妇并非有意与林家为难，只是林家实在是胆大包天，欺君在先，骗取皇恩在后，臣妇不得不禀，求太后娘娘明鉴。夫人，空口无凭，臣妇自然是有证据的。来人，带人证。怎么会？招婿难道有假？连翘，
奴婢连翘叩见太后娘娘，奴婢是国公府的婢女，可以作证。府上的这位姑爷根本就是一个幌子，大小姐为的就是逼定北侯夫人退亲。什么？昭婿竟然真的是假的？连翘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在这里胡说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当日他像饿死鬼一样，一口气吃了几10个虎饼夹肉，而且洗澡时还发光抓伤了好几个侍卫呢。半夏，你敢说你当时不在场吗？太后娘娘，林家收留乞丐，欺君罔上，求太后娘娘替臣妇做主啊！侯夫人，你要哀家怎么替你做主啊？听闻宫中桂嬷嬷技艺精湛，能验女子完整之身，请太后娘娘恩准，让桂嬷嬷当众查验林家女。我说他们怎么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却没有上门找茬，原来是在这儿挖着坑等我呢。只听说过查验未出阁女子的处子之心，还没听说过要验已出阁妇人的。今日这一出，不论查验结果是真是假，魏国公府的脊梁就再也抬不起来了。这种事情，仅凭侯夫人空口白牙的说辞，焉能随意查验？那我若是说定北侯府当年是骗婚，侯夫人是不是也得当众验上一验？你血口喷人！原来夫人也知道，随便查验女子针尖是奇耻大辱，怎么轮到自己时才觉得不堪忍受了？谁知道沈世子是不是夫人亲生的呢？你这分明是在当众羞辱我！太后娘娘，她这是欺君罔上啊！大夏风气开明，我朝女子从不拘泥于后院方寸之地，林家祖上更是曾出过统帅3军的女国公。林家丫头现在已经出阁，是处子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谁敢非议？够了！林氏乃忠良之后，你却用这等后院安扎的下作伎俩来对付，你当哀家是这么好糊弄的蠢货吗？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恕罪啊！奴婢也是一时糊涂，受了人的蛊惑啊！娘娘，求太后娘娘恕罪。娘娘，臣妇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，却做出了这等龌龊之事，把他们给哀家拖下去。侯夫人，请吧。臣妇知错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回去为圣上祈福。想不到这个独揽谈大权的大夏皇太后，行事竟然如此雷厉风行，黑白分明，伶牙俐齿，临危不乱，眼光倒是不错。今日诸位辛苦了，外头风雪天寒，还请林小姐早些回去，路上当心。小姐，姑爷方才说肚子疼，去个茅房，现在还没回来，该不是在这深宫大院里迷路了吧？不管他，只要他自己不是畏罪潜逃，就丢不了。咱们去宫门外等。云安，真的是你吗？皇祖，你说阿木不想回宫，他是不是还在记恨哀家和先皇？他是不是不愿认祖归宗？就连这大夏末灵王的身份和这大夏的江山，他都不想要了。太后娘娘宽心，殿下不是记恨，是有了放不下的人。他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现在却是知道了，有人等他、疼他、爱他，他就舍不得死了。乔公子深夜造访，是有什么急事？梦之只想做祈福大典上未尽之事。梦之虽家境贫寒，但这块玉佩是王母所留，并非沈家之物，干干净净。梦之愿以玉佩相赠，求小姐轻眼。这黑心芝麻团，居然大半夜跑来跟我表白。小姐既然要招婿，既然那个人可以是神志不清的阿木公子，那为何不可以是乔梦之呢？
多谢乔公子美意，但星眠已经成亲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东西落在正厅没拿，半夏快走。少爷，福过，这帝都真的很有意思，只是梦之有些遗憾。遗憾自己，终究是晚了一步。你好像确实来晚了一点点。阿木公子，深夜到访，有何指教？这都快半个时辰了，他应该走了吧？我就说小姐心里还是记挂着姑爷的，刚才不见他都是气话吧？小姐，那不是乔梦之吗？怎么姑爷也在啊？他们俩怎么会凑在一块儿？陈梦之，拜别墨灵王。小姐，乔梦之为什么对咱姑爷行这么大的礼啊？星眠，刚才庭院之事，容我上车再与你细细解释，好吗？好，上车再说。我的神智恢复时，一时犹豫，没有立刻告诉你。后来就一直装疯卖傻，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。要不是我亲眼撞见乔梦之对你行大礼，你是不是打算装一辈子傻子骗我？我以为你会更喜欢那个毫无攻击性的傻子。我喜欢傻子，你就当傻子。那你那天说你喜欢吃胡饼夹肉，你怎么不去取一个胡饼啊？抱歉，我没有打算装一辈子，我只是怕一旦墨灵王的身份暴露，一旦那些血腥的记忆复苏，我怕你会觉得我太危险，我怕你会丢掉我。你难道……你这么害怕被丢掉，你从前是不是被人丢弃过？齐大路，换侧边风雪道冲进林子里！小姐，他们为什么要追杀我们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林子里地形复杂，马车目标太大，一会儿我跳车去引开他们，你们趁乱驾车去找城防都尉府求援。今夜务必找到墨灵王，若是让他活着回去，明天我们谁都没有好下场。给我搜！青天剑已经下了死庙批断，二龙不相见。这位皇子命格极煞，只要留在帝都，必会冲撞真龙天子。皇上为了保全大局，将他送去驻守北疆极寒之地，已是天恩到后了。过了这些年，也不见宫里人来接，谁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殿下活着呢？他在那儿，入追！阿木，你怎么样？我刚驾车去了都尉府，可是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对劲，他们不仅不派兵，还不让我去国公府搬援兵。我怕你出事，我就偷偷顺着马蹄印找过来了。谢谢妹，真的很开心你能找到我。阿木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没事，只是北疆的寒毒未清，刚才强行催动内力引开刺客，心肺亏空的厉害。心肺亏聪我有药，你看，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去神医那里为你求来的保命丹，你快吃了，一定有用的。星星眠的药自然有用，只是什么？是不是药不对治起反作用了？只是觉得极其庆幸，能在我将死之时遇见你这副独一无二的良药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今日斩杀贼子，明日我等皆是从龙之功。给我上！林家战魂犹在，我看谁敢动我林家血脉半根毫毛。
快跑！快跑！乱臣贼子！林家竟为了一个傻子公然对抗都尉府，我要去太后娘娘面前告御状。长兄，绵绵别怕，长兄在。回来就好，能平平安安回来就好。小姐、姑爷，胡饼准备好了。不过今天可是劫后余生的大好日子，小姐和姑爷不会是打算吃一晚上胡饼吧？半夏，那奴婢就不打扰了。我其实不爱吃胡饼。我自幼被放逐北疆，极寒风雪之地，胡饼端到我面前时，早就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了。后来在我快死在街角的时候，却吃到了你递来的半块热透的胡饼。那时我就觉得，这世上竟真还有滚烫的东西，能让人想活下去。我才不听迂回讲故事呢！你恢复神智之后，明摆着就是一只大尾巴狼。像吗？不是吗？可我也曾听过你的故事，也曾受人之托。长兄在风雪中为我挡下毒箭，立下一月之约。他求我护你周全。看你一眼花轿出门，他便死而无憾。我走过很长很冷的夜路，只为了来看你一眼。见到你之后，我不知道是替他见，还是我自己想见。那时我就想，哪怕撕毁伪装，能以阿木的身份在你身边多活几日。他好像有很多秘密，有着极其沉重的过去，可是一时之间，我却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。既见天真光明，便很想趁虚而入。初见你便心动，初见你便心动。我们确实还有很多秘密，明日我就全部告诉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有任何事瞒着你。但是今夜，星棉，你能否赠我一场心安？初见你便心动。阿木，你瞎了吗？我在说什么？哪里有地缝啊？昨晚这胡饼怎么一口也没动呀？没吃胡饼，那肯定是吃别的啦。皇太后懿旨：大夏末陵王驻守北疆10载，劳苦功高，今幸得归朝，特赐天下臣工与皇亲国族入宫赴宴，恭贺末陵王回朝。小姐，姑爷刚才说有事走开一下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这宫里可不能乱走啊，万一冲撞了贵人可怎么办？皇太后娘娘驾到！大夏末陵王殿下驾到！拜见皇太后娘娘千岁，拜见末陵王殿下。诸位宾客免礼，请入座。末陵王不是听说在回京的路上已经，怎么戴着这等恐怖的修罗面具啊？慎言，北疆风雪骨寒，怕是伤了容貌，能回宫便是万幸了。按照书中剧情，大夏末陵王根本就没能活着回京，他的尸骨会在入冬前被发现，而后朝堂大乱。可现在他为什么还活着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小姐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末陵王的身形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？哎，太后娘娘，臣妇有要事相禀，求太后娘娘做主。臣妇要状告魏国公府林星夜，他收容朝廷通缉的死囚，意图谋反。昨夜我亲眼看见，都尉府缉拿要犯时，林家赘婿阿木联合林家长子林青云徇私枉法，当众斩杀都尉府统领。那个赘婿根本就不是一个傻子，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。求太后娘娘明鉴，求末陵王殿下明鉴。
如今那贼人已经混入这宫宴之中，请娘娘出动禁军，立刻拿下凶徒。小姐，不可能，他绝不会是凶徒。沈世子确实思虑周全，既然贼人已经混入宴席，让禁卫军搜一搜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那就搜吧。启禀殿下，各处搜查完毕，没有搜到任何可疑对象。绝对不可能！我刚才还在宫外亲眼看到那个傻子进了这祈年殿的宴席。林心眠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消息，把那杀人犯藏起来了？你这是包庇朝廷重犯，论罪当诛九族！你说是要犯就是要犯，那我说你定北侯府通敌叛国，你是不是也得在这里剖腹自证？林心眠，死到临头还敢这里胡搅蛮缠！沈世子要找的朝廷重犯，是长这样的吗？这就不认得了？不可能！你是一个傻子！傻子怎么可能是大夏末灵王呢？大胆放肆！竟敢对末灵王殿下口出狂言！什么？那居然真的是末灵王殿下！定北侯夫人与世子沈时渊构陷重臣及其家眷，着廷尉府立刻捉拿审问。殿下，这肯定是误会，殿下饶命啊！蠢货！侯爷，你们竟敢勾结叛军！月儿跟他们交往甚好，我们不知情啊！住口！带走！臣也一起去廷尉府请罪。小姐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殿下，这是乔公子收集到的定北侯府罪证。都尉府与叛臣早有勾结，假意与沈世子家交，套取机密，现已证据确凿。原来乔梦之早就跟阿木一伙的，这局棋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在下。乔梦之大义灭亲，行事决绝，倒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参见皇祖母。参见末灵王殿下千岁，参见王妃千岁。吉时已到，请末灵王殿下登基。这个孩子终究还是选了那半块胡饼。喂，外面现在估计都乱成一锅粥了。堂堂末灵王放着万万人之上的龙椅不坐，跑来湖边给我烤饼吃。阿木，你亏不亏呀？龙椅太冷，只有这饼是热的。星眠，这天下欠我的，你已经替他还清了。本王不，阿木有幸得见清辉，我已不是什么殿下，现在我只是阿木，从此山高水远，只做你的阿木，陪你朝朝暮暮。